乐圈的风云变幻中，真正能够让人反复回味的，从来不是绯闻，而是作品。当王一博推出全新单曲的那一刻，许多人原本只是期待一次音乐上的突破，却没想到，这首歌却在情感表达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。歌词中的某些句子，细腻到几乎不像是写给大众，更像是写给某一个特定的人。而当粉丝把目光投向那个名字时，肖战再次成为焦点。是巧合？是艺术表达？还是一次深藏多年的情绪释放？如果你认真听过这首歌，你会发现，它的叙事结构并非普通情歌的套路，没有浮夸的誓言，也没有张扬的宣告，反而是一种克制、隐忍，甚至带着一点遗憾的温柔。这种情绪与过去几年两人经历的风波与沉默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。音乐有时候比语言更诚实，让我们把视线拉回歌词本身。几句关键的表达被网友反复截图分析。在最喧闹的世界里，我学会沉默守望。你不必回头，我一直在原地。这些句子如果单独看是成熟男人的情感独白，但如果放在两人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里，就变得意味深长。尤其是在经历过外界巨大舆论压力之后，那种守望与沉默，仿佛在讲述一段无法公开却真实存在的情感。这不是甜腻的表白，而是一种承担。很多人忽略了一点，真正深刻的情感从来不会高调，它往往藏在克制里。歌词没有直接指明，也没有任何明确暗示，但正是这种留白，反而给了听众无限想象空间。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不说破，却让人心动。回顾过去，两人因一部作品结缘，之后各自走向不同的事业高峰。陈情令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，也让两位演员一夜爆红。但爆红之后的现实并不浪漫，外界的猜测、过度解读、粉丝对立，让两人几乎被迫选择疏离。公开场合的互动减少，合作机会暂停，一切似乎都在刻意保持距离。但真正的关系真的会因为沉默而消失吗？有时候，距离反而是一种保护。也许正因为经历过风浪，才更懂得珍惜。新歌中的那种成熟与冷静，正像是经历岁月洗礼后的心境，不是热烈燃烧，而是静静发光。在娱乐圈，很多情绪只能藏在心里，直接表达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，保持沉默又容易被误解。音乐成为一个最安全也最真诚的出口。王一博一直给人一种冷静、克制的印象，他不爱解释，不擅长高调回应，但这一次他用旋律代替回答，这是一种勇气，不是那种张扬的勇敢，而是面对自己内心的坦诚。歌词里提到如果未来再相遇，我愿意笑着祝福，这种成熟的表达，像是在对过去释怀，也像是在向某个人致意。或许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回应外界，而是为了回应自己。为什么这首歌会引发如此大的讨论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它触动了人心。许多听众并不一定执着于是否真的写给谁，他们更在意的是那种情绪的真实感。经历过陪伴、分离、误解的人，都能在歌词里找到自己的影子。这是一种集体共鸣。而当这种共鸣与王一博、肖战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时，就变得更加立体。粉丝们在讨论的，其实不仅仅是两位艺人，而是关于成长、关于守护、关于成熟的爱。娱乐新闻终会过去，但情感不会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保持理性。艺术创作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，任何歌词都可能源于多重灵感。将其完全等同于现实关系，未免过于武断。真正尊重艺人的方式是尊重他们的创作空间。也许这首歌只是一次自我对话，也许只是情绪的投射，但正因为它真实动人，才值得被讨论。理性与感性并不冲突，我们可以欣赏其中的情感力量，同时也保留对现实的尊重。无论歌词是否暗含某种告白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王一博的表达方式正在变化。
从早期的少年意气，到如今的沉稳内敛，他的音乐越来越有层次。那种情绪的深度，不再停留在表面，而是向内探索。这是一种成长。成长意味着懂得沉默，也意味着学会承担。或许真正的告白，并不是对谁说，而是对过去的自己说，我已经放下，也依然珍惜。这种成熟，才是最动人的部分。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得到明确答案，这首歌究竟是不是写给肖战？但有时候，答案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仍有人愿意用作品表达真情。如果这是一种告白，那它并不张扬；如果这是一种怀念，那它也足够体面。音乐结束，余韵却仍在。或许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，是在复杂的娱乐生态里，如何保持对作品本身的尊重，以及对艺人的理解。当我们反复讨论这首歌是否写给谁的时候，也许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角度：告白未必等同于爱情，它也可能是一种理解，一种并肩作战后的惺惺相惜。在娱乐圈这种高压环境中，能一起经历巅峰与低谷，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缘分。王一博在歌词中展现的克制与坚定，更像是一种成熟男人对过去岁月的回望。那种不必回应、无需解释的表达，其实透露出对某段关系的尊重。很多人把情感理解得过于单一，仿佛只有公开承认才算真实。但真正深刻的关系，往往不需要标签。它存在于彼此的成长轨迹里，存在于曾经共同承受的风暴中。或许这首歌真正告白的是那段青春岁月，是一起奋斗过的日子，是在最混乱的阶段依然保持信任的默契。这种告白更高级，也更沉稳。它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却足以让人反复回味。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。当年围绕两人的话题曾掀起巨大风浪，外界声音嘈杂、极端，甚至让两人不得不刻意保持距离。但几年过去，曾经的争议逐渐冷却，留下的是更清晰的轮廓。王一博新歌中的那种平静，恰恰像是经历风暴后的沉淀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委屈，而是一种我理解也接受的态度。这种转变是时间给予的礼物。成熟不是忘记，而是学会用更平和的方式看待过去。歌词里的每一句克制，都像是在告诉听众，真正强大的人不需要解释一切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会被认为是一种回应。它没有正面辩解，却用作品表达态度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为什么大众如此执着于确认是不是写给肖战？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情感投射。粉丝在他们身上看到的，不只是两位艺人，而是关于陪伴、成长、守护的象征。当现实中很多关系难以长久时，人们更希望看到一段跨越时间与风浪的情谊。这种期待，本质上是一种美好愿望。而当王一博在音乐中表达深情与坚定时，自然会被放大解读。因为人们渴望确定性，渴望一个清晰的答案。但或许最迷人的恰恰是那份不确定，没有明确说明，反而留下空间；没有直白承认，却让情绪自然流动。真正动人的作品，从来不是靠答案取胜，而是靠共鸣。也许我们不需要答案，因为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，每个人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释。如果你也被这首歌打动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听出了什么？你是否也有属于自己的沉默守望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，并订阅频道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，深度解析娱乐圈背后的情感与故事。